好，我大概先讲一下，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生态专业跟工程专业怎么样去融合这件事情。那其实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做调查研究的工作。那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哎，什么地方好，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那边采集啊，或者是在那边去做一些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调查，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过程我们就第一年可能这个地方不错，就会常常来啊，对不对？第二年、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发现就可能一条道路或者是一个护岸啊等等之类，就把一个我们认为很好的环境给破坏掉了。那我们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所有的法规都说要保护自然环境。那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就后来离开了科博馆，就到工程顾问公司去学习一下，好，从生态专业去学习一下工程是怎么样，那时候开玩笑啊，就是看人家是怎么破坏生态环境的。只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跟很多的这些工程师在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没有人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乐。通常来讲的话是。我都是到最后关头，我才发现说啊，我怎么会造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那大家都不会以破坏生态环境，但是为什么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就发现这两个专业过去没有沟通，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所以生态检核就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就创造出来。那在早期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工程师不要被骂。好，这个就是最核心的状况。最核心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在刚才有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历程啊。对。那其实在谈生态检核之前，必须要谈到就是说比较早期被骂，它大部分都是道路。比较不像是河川。是。像之前来讲的话，树花高啊等等这些议题。所以那时候，在有一些公部门，他们也觉得说，我做造桥铺路是好事一桩，怎么会被人家骂对，我怎么会被对？所以后来大家就想说，那我们要找出一个融入式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被骂通常是做错事情，然后后面就变成批评指教。那我没办法提早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生态的关键是什么？在早期的参与就是合作，在后期就变成抗争。好，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这不能够等到环评，等到工程师已经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时候大家都很麻烦。所以我们后来就发展出全生命周期，就是说从一早就告诉工程师，这个地方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工程师再去做规划设计。这是整个生态检核里面，所以我们很强调就是不是指导性或者是指责性的，而是互相合作、相牵式的合作，所以我们的那个保育对策是由双方共同来拟定的，而不是用一种很环评那种准驳啊，你来我就是要修理你，我就是来反对你是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模式来变成是我们现在生态检核的一个运作机制，后来才从道路慢慢发展到就这个现在大家关注的河西的也可以那所有工程好像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机制来减少工程师被骂的机会。